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妮妮家的汉堡。今天带来外星人也难民的最新一集。科沃正在插花，泰瑞在旁边歪着喝酒，两人大有男耕女织、岁月静好的模样。不过很快，这份安宁就被打破了。熊孩子们到达战场，把科沃的劳动成果搅得一团糟。按理说这个点儿他们应该在学校，难不成今天又是个什么节日？忍忍吧，科沃想着，反正只有一天。等到这样的情况超出预期，熊孩子们放暑假有整整3个月的假期。杰西让他们别想管着他俩要放飞自我，想干啥干啥。说罢，他们就开始了比赛尖叫。这此起彼伏的鬼哭狼嚎，吵得科沃头都大了。照这么下去，他和熊孩子总得疯一个。泰瑞有个好主意，把他俩给杀了，反正到时候再种就行了。紧接着，两人就讨论起了熊孩子死法。外星难民一家要杀掉复制体啦！邻居听到他们的大声密谋，表示这都不算事儿，把熊孩子们都送到夏令营就 OK 了。了解了夏令营是啥玩意儿后，全家人就朝着营地出发了。说来还真是，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。大熊孩子刚才也在合计把他俩给杀了，这还真是英雄所见略同。孩子们对夏令营充满期待，小妍妍已经想好就要和夺旗冠军来场你追我赶的甜蜜游戏，而杰西则期待能体验性唤醒，就像他同学茱莉亚，这之前是个女孩，回来就成了女人。这倒不是假话，就是没找到茱莉亚的尸体在哪。泰瑞比较心动的是在才艺之夜上演同性恋，再把 gay 里 gay 气的部分去掉。可这夏令营压根就没他的份儿，你是喝酒喝傻了吧？才没有。科沃也懒得再问，就让他下个路口左转。怎料这货接到指令就来了个漂移，直接在树林开辟了一条新路。这波操作，鲁迅直呼内行。众人看着眼前这一小块空地，目瞪口呆。别告诉他们这就是营地，当然不可能。科沃胸有成竹，说还要再往树林深处走。再往前走了一会儿，科沃就说到了，拉着泰瑞就要离开。可眼前的场景和之前别无二致，科沃不允许熊孩子们质疑他的判断。他可是和那傻叉邻居聊了5分钟，没有人比他更懂夏令营。他让孩子们在这待2-3周，学游泳什么的，然后再来接他们回家。说罢就拉着泰瑞走了。他们现在要尽情享受大人生活了，但前提是得先把车找到。对于这点，泰瑞表示不用担心，他以前上过4节找路客，找到自己停的车，那还不是手到擒来。我能带领我俩走出丛林。别看泰瑞一副信誓旦旦的模样，然而2小时后，他们竟然在转角遇见了那俩熊孩子。对方正待在营地里百无聊赖，别说是夺旗和性唤醒了，他们连个人影都没瞧见。杰西都无聊的叼了个木男友，还脑补了他们相遇、相知、相爱的全过程。这小妮子抱着木头就啃，再这样下去，脑子指定得出问题。小妍妍就说要回家，谁不想回家？可是他们迷路了。科沃把责任全怪到了泰瑞头上，说他喝酒误事。不过追踪设备确实是他落在车里的。杰西小姑娘当场就不淡定了，她还没和暖男谈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呢，怎么能困死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？说归说，请你放过全世界的暖男。不过事已至此，互相指责也无济于事。科沃说只需要跟着最暗的星就能找到出去的路。然而2个月过去了，他们还在这树林子里打转。谁能想到呢？这地球上的星星全是暗的，他妈的烦死了！兜兜转转，他们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。杰西小姑娘已经精神失常了，抱着那木头是又亲又啃。我好想你哦，讨厌！人家的家人还在旁边啦。这下就连科沃也开始不淡定了，再不想点办法，可能真的要饿死在这儿了。看样子不得不使用那个办法了。小妍妍满脸震惊，什么？你确定吗？科沃所说的是紧急城市化枪，它只有1发子弹，用了就没了。本来是用来应急的，不过现在的情况也算是10万火急。小妍妍朝地面打了1枪，子弹很快沉了下去，出现了一个超大漩涡。紧接着，无数建筑在四周拔地而起，很快，植物人、交通工具通通都冒了出来。众人再回过神来，已经身处在这城市的中心了。他们前去观看了树之城的游客指南，这伍迪·哈里森介绍的确实挺详细。上至城市的行程，下至活动期间的动物，是应有尽有，面面俱到。可就是没说他们到底在哪儿，该怎么出去。结果费这么大力气造一座城，也就只是换了个地儿迷路。科沃告诉众人，他们得赚钱租车，然后开到他们停车的地方，再开车回家。好家伙，你搁这套娃呢！泰瑞则建议分头行动，到时候看谁混得最好。他现在对未来充满期待，甚至已经规划好了今后的人生。首先，他要成为年入几十亿的演员，退休之后再当每年几十刀的声优养老。什么意思啊？暗示声优行业工资低到只能养老？光自己做白日梦还不够，他还问起了其他人的梦想。杰西说他想进军时尚行业，小妍妍想搞金融，不为什么，就是想体验被万人唾弃的感觉。但你确定不是体验被当韭菜的感觉吗？最后是科沃，他打算先去找找灵感。众人约定好后就分道扬镳了。杰西在街上漫无目的的闲逛，突然遇到了一个非常 fashion 的女人，后面还跟着个唯唯诺诺的小姐姐。突然，小姐姐被鸟给叼走了，然后杰西就突然成了那女人的新助理。没错，一切发生的就是这么突然。小妍妍来到了金融区，这里到处都散发着凡尔赛的气息。都说了，没个1000万别叫我起床。小妍妍
对此地充满了好奇，瞧这金牛多好看，瞧这大熊真逼真。但是大兄弟，人家本身就是真的。小妍妍被熊追着，一口气上了顶楼，再纵身一跃，滚进了对面那栋大楼。不想这里的人更是怪到了极致，1000万多于500万，别叫我起床干活。小妍妍顿时对这人肃然起敬。这时主管特梅普看到这小子在偷懒，立刻让他赶紧打电话赚钱。科沃还在街边玩招牌找灵感，无意之间打倒了抢包的小偷。紧接着一辆豪车停在了他面前，一位大金链子老哥把他拉了起来，说他做了件好事，让他到出租站台去找自己。科沃很高兴，自打他记事起加入黑帮就是他的梦想，现在他终于有机会进去了。然而刚走到约定的地方，他就被冲出来的狼给咬了。至于泰瑞，确实去逐梦演艺圈了，可惜他不是这块料。看他的表演，导演的脚趾直接在地上抠出了31听，还说如果他执意想展示演技，那去站街大概更能发挥他的价值。站街不可能，绝无可能。然后可能是天无绝人之路，来了辆车，泰瑞立刻热情的上前搭话：“宝贝儿，来爽一爽吗？多少钱？1小时1万？不可能，那就2小时500。”又是几番讨价还价，最后以4块钱不限时成交。你把我牙给拔了，干到西天我也愿意。瞧瞧这虎狼之词。另一边，科沃的黑帮生涯也有了进展，但还是逃不过被狼追赶的命运。最有天赋的还是杰西，他完全能够胜任助理的工作，甚至比时尚主编更懂时尚。小妍妍也混得不错，很快就赚到了第一桶金5000万美元。没过多久，杰西就获得了时尚终身成就奖，但他一点也不开心，反倒觉得无尽的空虚。小妍妍的生活也遭遇了困境，他因整日吸毒错过了儿子的洗礼，妻子跟他离婚了，祸不单行。妻儿走后 ，FBI 的人又来了，小妍妍慌忙看向经理特梅普，没想到这人竟吞枪自尽了。公司的其他员工也是自杀的自杀，被抓的被抓。在这一片狼藉中，小妍妍看到杰西今晚举行晚宴，泰瑞收到了老相好寄来的裙子，说很期待他在晚宴的表现。而此时的科沃还在被狼追杀，在他即将被咬死的时候，救世主出现了，还用火枪吓走了狼。科沃松了口气，也看见了杰西的晚宴。晚宴开始，杰西一个人闷闷不乐，直到看见了家人们的到来。当问及每个人的经历时，他们都说自己过得非常好。小妍妍说她月入1000万，遵纪守法，爱情事业双丰收。泰瑞说他在服务业创出了一片天地，做自己的老板，时间自由安排。科沃说他参加了蓝色派对，所以身上有蓝色的酱。他的朋友遍天下，有开枪手吉米，杀人狂罗尼，看样子大家都过得挺不错。杰西说他也过得很好，站在时尚界的顶端，呼风唤雨，要啥有啥。诡异的沉默之后，他们就打算各回各家，各干各事了。眼见家人们都准备离开，杰西终于吐露了心声：我虽然外表光鲜亮丽，但我好孤单，我好想你们，我希望你们能留下陪我一会儿。有人开头，其他人也就没再说场面话。小妍妍说她犯了好几起金融案，科沃也承认身上是血，他被狼咬了，而泰瑞也承认了自己是性工作者。这时小妍妍突然发现城市起火了，对，就是那条咬科沃的狼干的。在火光的映衬下，他们看到了自家的车，然后以最快的速度跑上了车，逃离了这里。一家人终于又回到了平静的生活。科沃如今觉得跟俩孩子待一起也挺好的。这时电视上播放了关于树之城的新闻，说那里被大火夷为了平地。然而没想到的是，它居然重生了，而且比之前更加茂盛了。看到这里，科沃和泰瑞相视一笑。又是夏天，科沃和泰瑞来到了树之城，继续他们男耕女织、岁月静好的美好生活。怎料突然闯入的麋鹿又打破了这份宁静。外星人出门期间，强国也很不平静。这里之前出过几起连环杀人案，小黑觉得有人行凶是板上钉钉，但黄毛很不认同他的观点。他和光头还是觉得这是蟋蟀干的，挖人内脏，把尸体摆成 wink 的表情，这能是蟋蟀干的事儿？小黑都觉得这两人脑子秀逗了。不想他们居然拿匹诺曹说事，搁着演童话呢是吧？然而两人完全陷入了自己的世界，还推测可能作案的有2只蟋蟀，可把他们给能的。还说小黑限制了自己的想象力，既然这两人听不进他的意见，小黑也懒得多费口舌，他会证明自己的直觉是对的。在之前的调查中，他们找到了一张写着数字7的纸条，小黑判定杀人凶手就在第7区。三人来到了推测的地方，打开房门，灯光幽暗，气氛诡秘，活脱脱就是一个贼窝，周围还散落着没有眼睛的面具。看来小黑的猜想是正确的。冲进卧室，果然有个老汉坐在床上，还不等小黑发号施令，黄毛和光头就把那人给射死了。这俩家伙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莽撞，反而觉得他们把小黑给救了。打死凶手之后，黄毛和光头高兴地喝起尿酒庆祝，小黑却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。再看那写着数字7的纸条，他突然想到了什么，借口回家拿尿杯，带着那张纸找到了仓库。在这里他发现纸是被撕下来的，原来它不是数字7，而是字母 L。 紧接着他看到了有人从里面走出来，他一喊，那人便慌忙逃走。追上去，小黑发现了一个背包，里面又是被残忍杀害的人。快要追上的时候，他踩碎了一块饼干，霎时间当时大战的场景又浮现在了眼前，那些在此丧生的人全都再次涌现。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，那人已经踢了
过来，小黑和那人扭打作一团，饼干本来就脆，几番折腾就破了个大窟窿，两人都掉了下去。还好小黑先一步醒来，立刻用手铐将凶手铐住，将其捉拿归案。可事情真的就到此结束了吗？我想远没有这么简单。